延长开花时间，养啥都疯狂爆盆的家庭养花万能水来了。大家好，这里是花花世界，咱们今天介绍5种盆栽的万能神水，特别是第2种，简直是懒人福音。1. 大蒜水。大蒜大家都很熟悉吧，是我们生活中非常常见的一种食材，但你知道吗？它用来养花也有很多妙用。大蒜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、E 以及铁、磷、钾、钙等微量元素，能为花卉的生长提供多种营养物质。最重要的是，它还含有一种叫做大蒜素的物质，是很好的驱虫防病万能水。大蒜具有很强的杀菌作用，能减少病菌的滋生、杀灭，还能抑制多种细菌。家里的花或者多肉如果生了白粉病、黑斑病时，我们就拿几瓣大蒜剥皮捣碎，加入1碗清水搅拌均匀，浸泡24个小时，然后滤出蒜末，把剩下的汁液稀释10倍，直接喷在感染病害的部位，每1到2天喷1次，连喷3次以上就能看到明显的效果。除此之外，大蒜的刺激性味道很多小虫子都不喜欢，所以我们可以用大蒜水来驱虫杀虫，特别是家里的花或多肉，如果生了蚜虫、红蜘蛛等缠人的虫害时，我们就拿刚才介绍的大蒜水喷到有虫子的叶片，一定记住，叶片正反面都要仔细喷到，每天喷1次，连着3到4次就能杀灭大部分的害虫。让人意外的是，大蒜能为花卉的生长提供不可或缺的养分，它能促进植株伤口的快速愈合，延缓花朵衰败的速度，延长鲜花的保存时间。最厉害的是，它还能促进植株生长和开花，使其开花更艳丽。另外，当我们在播种或扦插的时候，用大蒜水短暂浸泡一下种子和插条，不仅能减少细菌感染，还能促进生根，加快种子发芽。如果你觉得大蒜水的 DIY 还是有点复杂，或者讨厌大蒜的味道，那么接下来介绍的你绝对喜欢。2. 白醋水。白醋可是一种很好的养花材料，它可以调节土壤酸碱性，改善黄叶，促使喜酸花卉生长得更加健壮。让人惊喜的是，它还能杀菌驱虫，因为白醋中里面含有醋酸、少量蛋白质及钾、铁、镁等多种微量元素，不仅能为植株的生长提供养分，还能平衡土壤酸碱性，防止土壤碱性化。家里如果养了杜鹃、茉莉和多肉植物等喜酸花卉，可以每隔10到15天给它们浇1次白醋水，用来有效改善黄叶、掉叶等现象，促进花卉的健康生长和开花。通常情况下，可将白醋和清水按1:1000的比例混合均匀后直接灌根即可。白醋也有很好的杀菌消毒作用，对植株的白粉病、黑斑病、烟霉病等均有一定的防治效果。家里的花如果生了白粉病，可将白醋和清水按1:150的比例兑成白醋水，然后朝着感染病菌的部位喷，每5到7天喷1次，连喷3次以上就能起到很好的防治效果。另外，花卉或者多肉如果发现难缠的红蜘蛛、蚜虫的话，将白醋和清水按1:100的比例混合均匀制成白醋水，然后用棉签蘸取白醋水反复擦拭和涂抹有害虫的叶子，每3到5天擦拭1次，连续3次以上就能消灭大部分的害虫。平时我们也可养成经常用白醋水擦拭叶片的习惯，即可清洁杀菌，还能防虫防病，使叶色更加浓绿光亮。除了上面说的以外，平时扦插繁殖的时候，也可用白醋水浸泡一下插穗，能加快生根，提高扦插成活率。令人惊喜的是，白醋还能减轻异味，平时沤肥的时候，在沤肥的塑料桶中滴几滴白醋，既能减轻臭味，还能加快发酵速度，提高肥效。除了上面的大蒜和白醋外，接下来介绍几种平时丢掉的垃圾，教你变废为宝。3. 蚊香灰水。蚊香灰大家不要丢弃，它也是养花的法宝。蚊香灰中含有丰富的钾元素，加入土壤中能增加土壤的抗性，还有消毒杀菌、治疗虫害等作用。夏季想要让盆栽和多肉植物度夏更轻松的话，夏季来临前提前用1次蚊香灰，使土壤结构改变，除虫消毒杀菌，减少度夏的死亡率。使用方法是把蚊香灰平铺在土壤表面，浇一遍透水，或者直接兑在水里，搅拌均匀，浇到花盆里。前面3种介绍的是任何家庭都可以制作的有机肥料或者生根剂，接下来介绍的2种
比较适合居住在自家庭院的花友，因为原料本身获取有一定的难度。4. 蚯蚓粪便水。蚯蚓粪便这种东西不花1分钱，大街小巷就可以发现它的身影。室外的土地上突出于土壤表面的这种颗粒物质，便是蚯蚓粪便，它没有臭味。蚯蚓粪便中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，因为它结构的特殊性，可以增加土壤的通透性、排水性，使土壤更加肥沃，有利于根系的发育。这种万能水具备一定的保水性、保肥性，提前掺入土壤里，可以促进几乎所有花卉的生长，比如栀子花、茉莉花、杜鹃、花杉、绿萝、吊兰、发财树、金钱树、橡皮树、虎皮兰、鸭掌木、富贵竹、龟背竹等等。那么要如何使用呢？首先上盆的时候可以直接掺入花土里，增加土壤的通透性、排水性和肥沃性。其次在植物的生长期，把蚯蚓粪便兑水泡软，直接浇灌到花盆里，可以每隔15天使用一次，3到4次就会很有成效。最厉害的是，蚯蚓粪便是一种天然无害的、没有任何化学物质的肥料，是不可多得的绿色有机肥。如果在户外发现的话，就赶紧收集起来备用吧。5. 草木灰水。草木灰是植物燃烧后的残余物，其主要成分是碳酸钾，是一种天然的钾肥，它能为花卉的生长提供特定的营养物质，能促进植物进行光合作用和光合作物的运输，增添植株的抵抗力，使植株的茎干更加粗壮，不容易倒伏，还能促进开花和结果，可以说是养花的万能神器。我们在播种的时候，可在种子上面覆盖一层薄薄的草木灰，不仅能保持疏松透气，还能提高土壤的温度，促使种子提前7到10天发芽，极大的提高发芽率。另外，我们在给花卉换盆移栽时，剪除烂根后，可在伤口及根系上涂抹草木灰，一来可以减少细菌的滋生，预防烂根；二来还能促进根系的生长，加快生根速度，促进植株的伤口愈合。除此之外，草木灰还能防止落叶，增强植物的抗旱、抗病性，并且还能延长叶片的生长期，促进枝叶生长，从而防止花卉早期落叶，促使花叶更加亮丽，提高观赏效果。在花卉的生长季节，我们给它喷洒1到2次，能减少落叶，使叶色更加翠绿光亮。最后，草木灰还有非常好的杀菌驱虫作用，对真菌感染引起的白粉病、叶斑病等均有一定的防治效果。如果发现了白粉病，可将草木灰兑成溶液喷到患病的部位，只需连喷3到5次就能起到很好的防治作用。家里的花招惹了小黑飞等害虫时，也可用草木灰溶液喷洒叶片，能有效杀灭大部分害虫。另外，还可在花盆表面铺一层薄薄的草木灰，有效杀灭土壤中隐藏的虫卵和细菌。使用方法是，把草木灰兑水泡一泡，需要充分混合在一起，比例大概是1比500。但由于草木灰是碱性的，所以建议洗碱的植物使用，比如天竺葵、绣球和月季等等。有些人在养花后都会总结一些技巧妙招，这让我们在养花的过程中少走很多弯路，避免买一盆死一盆。但也有些人认为养花很烧钱，但其实养花也很省钱，毕竟有些东西并不需要花钱买，身边的一些东西都能变废为宝。而且养花过程中带给我们的喜悦和乐趣，是花多少钱也买不来的。虽然我们花了一点钱，却带来了更大的情绪价值。比如花花养多肉后，跟老公吵架的机会都少了，促进了家庭的和谐。因为有了多肉，我根本就没有时间看见老公，眼里心里都是多肉植物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内容，如果觉得花花的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请评论区留下一句谢谢，鼓励一下花花。如果不想错过更多养护技巧，欢迎点赞、关注并打开小铃铛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内容，最近天气变冷，希望大家多注意身体。我们下期再见。